大家好，我是洛克。现代人买房压力越来越重了，房价持续飙升，所需负担的头期款也越来越多。为了要提升买气，政府甚至在今年的8月1号推出了青安房贷，以减缓年轻人的买房压力。但是房屋全额贷款是真的可行吗？会不会产生很多问题？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零元买房购屋术、全额贷手法大公开，以及房屋全额贷款会遇到的问题。请各位朋友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。所谓的全额贷款，意思就是零元买房或无自备款买房。这样的风潮来自于有些房地产业者透过举办零元购屋的讲座，分享零元买房的成功案例。除了教导学员零元买房如何操作，还提供包括全额贷款、房屋装潢、包租代管等相关服务。但你知道吗？零元买房其实是充满陷阱和风险的。风险一：使用 AB 约。所谓的 AB 约，就是指买房签约的时候有2份合约 ，A 合约所记载的总价是买房的实际成交价，然后 B 合约记载的总价则是比实际成交价高1到2成。而建立 AB 合约的目的，是为了能和银行贷款到更多的钱。举例来说，小帅买到了某栋大楼的物件，银行建价的金额是1250万，但是小帅用1000万就买到了这个物件，所以签约时会有2份合约。A 合约的总价是1000万，但是 B 合约是1250万，所以说用 B 合约去向银行申请贷款，以贷款80%来试算，就可以贷款到1000万元。这样一来就可达到买房全额贷款的目的。所以说想要操作 AB 约也不是一般自住客可以执行的，因为你必须买到低于银行建价1到2成的物件，而不是说随便买一个物件都可以使用 AB 约的。而且现在大多数民众都知道 AB 约这个词了，所以常常会有人跟房仲看物件时跟房仲说：“你们房仲店里有在配合做 AB 约吗？我想应该100%都会被打枪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 B 约是要自己动手制作的，有品牌的房仲店或是代书是不会冒险帮你这个忙的。而且跟银行申请房贷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有买卖合约的影印本就好了，然后这个影印本就是 B 约。影印这种东西其实操作空间就很大了，这边我就点到为止就好了。不过洛克，我还是必须说，以上这样的操作方法，我个人是极度不推荐的，因为会涉及到刑法的伪造文书，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行。因此，买房建立 AB 合约不仅不合法，而且还会有吃上官司的风险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，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，帮自己点个赞，帮这部影片点个赞。那你看到最后，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，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，而不是想成功的人，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，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。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，跟我的想法做连结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那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。风险二：房贷加信贷购屋。这一种就是坊间常流传的买房全额贷方式，是用房贷和信贷达到买房全额贷，然后再把房子出租去负担银行贷款。假设购入一间1000万元的物件，贷款8.5成，贷款期间30年。可贷金额为850万，前面3年为宽限期，可以还息不还本，故以利率1.6%来试算，每个月只需缴纳的房贷为11333元，剩下的1.5成，也就是150万元的部分，则是用7年期信贷来处理，以利率2.3%来计算，每个月需付的信贷为19350元，加上房贷11333元。所以每个月需负担的贷款为30683元，最后将房屋以每月25000元出租。如此一来，买房每月只需支付5683元的贷款，买房全额贷再出租，让房客帮你缴房租。听起来很合理，也很动人。但这种零元买房的方式仍有许多风险未被纳入。首先，当3年宽限期届满，每个月要偿还的房贷金额就会暴增。以上面的例子来试算，每个月房贷还款金额会达到32325元，加上信贷的19350元，每个月实际要负担的贷款是51675元。
即使每个月的房租收入未中断，每月仍要负担26,675元。日后若是因为升息、物价上涨，不仅还款压力相当沉重，生活品质也大受影响。因此，用买房全额贷来达到0元买房的目的虽然可以操作，但是操作起来的风险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因为现金流不够的人，或是出租金额过低的话，都很有可能会出现无法还款而物件被法拍的情况发生。风险3：原房屋增贷买房。这一招是需要投资人名下本来就持有不动产，原有的不动产经过数年后，因为每个月的还款本金，再加上这数年来房价的上升，银行对于这间房子的建价金额提高了。举例来说，小明在5年前买入了一间总价为500万的物件，贷款成数为8成，所以是贷款400万元。但是经过5年后，房子的价格上升为800万，在一样的贷款成数下，可以贷款的金额变为640万元，再加上5年来缴纳的本金60万，所以小明目前可以增贷的金额为240万加上60万，总共为300万元。这300万元已经足够再买一间物件当头期款了。不过这边需要小心的是，增贷出来的资金需要经过1至2年才可以再投资不动产，因为政府有规定，房屋增贷资金短期内不可用来买房，被抓到的话可能必须强迫归还增贷资金，所以这一招要符合规范的话，需要提早利用房屋做增贷。那很多朋友就会问，增贷出来的资金不就会每个月开始扣缴了吗？所以你需要借的不是一般的房贷，而是理财型房贷，因为理财型房贷只要不动用资金，就不会开始每个月扣缴，等于这些资金可以放在你的户头里，等个1到2年再动用，又或者你可以选择投入股市，选择高股息 ETF 投资，每年领到的股利甚至可以偿还掉每年需要扣缴的房贷。你有病！你有病！风险4：房价并非只涨不跌。坊间很多0元买房课程的专家或老师，经常会推荐精选物件让不懂房地产的学员去购买。事实上，许多宣称自己是专家的房地产业者，这些专家所推荐的不动产未必是好的物件，其中有不少是难脱手又不会涨的。像我有一位朋友，几年前去加入了一位房产专家的学员，听说这位勇敢用肝的房产专家，常会把自己手中的物件直接转手卖给学员。如果物件整理好，遇到有缘人愿意高价买，那算是皆大欢喜。若是不幸买到不涨反跌的物件，最后出售时恐怕会赔一屁股债，直接从房地产界毕业。正所谓知识的落差，就是财富的落差。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，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，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。如果他们并不富裕，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？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吗？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，应该是要买房存钱，而不是存钱买房，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。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，那就只能选择参与这场游戏了。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，不仅安全，还看得到摸得到。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都要先搞个一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，才不会一直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买房。买房是许多人的梦想，自备款不足是大家买房最常遇到的第一个难关。尽管房市确实有无自备款买房的案例，但是并非所有想买房的人都适合无自备款买房。以下将介绍哪些人适合全额贷买房。1. 资本够多的人。也许各位朋友会感到很奇怪，口袋够深的有钱人为什么会需要全额贷买房？其实有很多高资产的人手中并非有很多可动用的现金，即使有，他们也很可能会选择拿去投资像是基金、股票或债券等等的金融商品，所以无自备款买房的方式对他们来说负担不大。即使未来贷款利率上升，房价下跌，资本够多的人仍然可以负担得起损失。2. 自备款不足，但预期自己收入会稳定成长的人。有些人在买房的当下虽然有稳定的收入，却没有足够的储蓄可以当自备款，但是若是对自己的事业或是工作收入有自信，也就是相信自己的年收入可以年年成长，就适合买房全额贷。3. 买房以投资为目的的人。
相较于买房以自住为目的的人，以投资为目的的人会更适合无资备款买房。原因在于，以投资为目的买房的人，可以在房价上涨时将房屋出售赚取价差，而以自住为目的的人，通常不会任意转卖房屋，因此全额贷款买房对自住者来说就是一个长期的负担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三晚上9点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、股票投资，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三见咯，拜。